其實你嘅進度已經係唔錯噶咯喎，生理上咧你已經好翻七七八八嘅，只要再做多啲物理治療就會好噶啦。如果我想聽日即刻好翻，你覺得有冇可能？使唔使咁急啊？我聽日要上庭打官司。你仲要上庭打官司啊？我知我而家咁嘅情況唔係好合適，所以我今次先嚟揾你睇下有冇啲藥食咗可以講嘢流暢翻。我睇你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唔係生理上嘅問題，係心理問題。其實好多中過風嘅人，佢哋唔可以流利説話，係因為佢哋病完之後壓力太大，每一次講嘢講得唔通順咧，就自然會甩晒口，講唔到落去噶啦。或者咁啊，我開啲幫你 relax 嘅藥，可能會有啲幫助嘅。法官閣下，法官閣下，對於上訴人律師代表奉法官閣下，對於上訴人律師以宋柱先生嘅遺產可能於3年內有虧損及貶值風險危機作為理由，要求公開遺囑嘅第3部分，我作為被告人律師，認為上訴人律師根本就係毫無理據、幼稚失實。Objection！ 我反對被告人律師對我作出嘅個人抨擊咯。反對無效。本席認為被告人律師嘅論點精彩流利，令人佩服。本席好想繼續聽落去。多謝法官閣下嘅讚賞。我作為被告人嘅律師，對宋傳富先生遺產一案有3點重要嘅建議。第一，即時判盧森堡律師事務所手上遺囑有效；第二，判李明陽律師敗訴，即時全數繳付堂費；第三，對於李明陽律師嘅無理訴訟作出強烈嘅譴責。你今次仲唔衰到貼地？李明陽啊，李明陽，你咁緊張做咩啫？人哋連講嘢都未清楚啦，你使乜驚佢？Good morning。唔係咁巧啊嘛？我咁早落嚟，的士又截唔到，但係俾我截到你。上車啦。唉，咁點係啊？嚇？你即係暗示我專登嚟接你？如果唔係嘅話，我諗唔到點解你要開庭之前2個鐘出門口咯。Sorry， 你諗多咗。呢係我嘅習慣嚟嘅。每次出庭之前，我一定會早起身，希望自己保持一個清醒嘅狀態。清醒嘅狀態得，
我有辦法令你保持頭腦清醒。Let's go。早晨，李律師。早晨，我哋坐呢度。誒，飛沙走奶，唔該晒。好嘢啊！仲記得我飲開啲乜嘢啊？梗係記得李律師凍齋啡有幾多個中意飲啊？嗱，你呢一句係串我定係讚我先？喂，你今次個 partner 幾散嘅？我啱啱整多杯佢嘆啊！好，仲有咩要？係，等我先。哦，你話醒神嘅方法就係飲凍齋啡係嘛？嗯哼。但係沖個凍水涼都可以㗎喎。沖個凍水涼，今年得10度啫，我先冇咁勇啊！啊，睇呢個 style 又唔似係會嚟呢啲叫咩啊？露天茶檔嘅人嚟嘅喎。哦，你唔好做到好似了解我咁喎。如果唔係咧，我會誤會嘅喎。你知唔知啊？我啱入行做新人嗰陣咧，我每次打官司之前咧，就嚟呢一度啦，呢度飲凍齋啡。點解 ？Well， 去 hotel 飲咖啡嘅話，係環境好舒服，個個都好靚添。但係就好容易會鬆懈咯。你望下四周圍，你睇唔睇到啊？個個人為咗生活而奔波，要好努力咁去賺錢。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佢哋手停口停啦。所以啊，我每次坐喺度咧，都 remind 我自己，我係點樣出身，我點樣一場一場官司贏翻嚟，點樣一步一步去到而家呢個位置。所以就係嚟到呢啲咁嘅地方俾到鬥心理係嘛？係呢一種又凍又苦嘅感覺，俾我揾到嗰種不容有失嘅感覺，讓我更加明白每一場官司更加要全力以赴。誒，凍齋啡。唔該。每一場官司都要全力以赴。估唔到你終於教到啲有用嘅嘢俾我啦！坑啊！醒啦！再嚟啊！清醒啲啊！真係估唔到係你出場啊！你咪好想贏翻我嘅，今次俾機會你試下。你知我唔會留手㗎。我都唔需要你留手。今次雖然打民事案，但我哋涉及嘅金錢係超過200億港元，全城矚目，甚至可以話係世紀之戰。所以啊，我話你知啊，我會贏得漂漂亮亮，奉陪到底。遺產認證訴訟 HCAP 102012，宋鳳於飛、宋家祥、宋家耀訴盧森堡律師行。香港富商宋全富先生早前不幸因病逝世。佢死咗之後，佢3位直屬嘅家人，亦即係宋鳳於飛女士、宋家祥先生同埋宋家耀先生，佢哋只可以每個月提取30萬嘅基本生活費。而遺產嘅大部分就交由外人組成嘅遺產管理委員會管理3年。等我改個字眼啦，如果我話凍結3年，會比較貼切啲啦。宋先生咁大筆遺產，點解唔直接交俾佢家人呢？反而為咗立一份遺囑，仲要係3年之後先執行第3部分嘅。我以為電影、電視、小説先分上下集嘅啫，原來遺囑
都分上下集㗎。根據盧森堡律師事務所提供嘅資料，宋先生私人名下全富集團業務係以香港為中心，而且遍佈成個世界，高達48個國家，當中包括佢資產、物業、現金、銀行存款、股票基金等等，高達港幣200億港元。肅靜。毫無疑問，宋先生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商人。佢點會唔明白財富瞬息間萬變呢一個道理啊？3年時間係絕對有機會造成重大嘅利益損害。我3位當事人曾經要求過公開遺囑第3部分，但負責遺產執行嘅盧森堡律師事務所堅決拒絕，令到我3位當事人非常不安。我係絕對合理咁懷疑，盧森堡律師事務所幫宋全富先生寫呢份遺囑嘅時候，有冇誤解，甚至係歪曲咗宋先生嘅意願，先至出咗呢一份咁唔合情理嘅遺囑呢？所以，我懇請法官閣下推翻呢一份遺囑，然後根據香港法例第73章《冇遺囑者遺產條例》嘅規定，將遺產俾翻應得嘅人。法官閣下，宋全富先生嘅遺囑絕對係依照香港法例嘅規定同程序去訂立，內容絕對係表達咗宋先生合情合理嘅意願。你同我講情理？我手上面呢一份就係宋全富先生遺囑嘅第1部分，亦即係遺言嘅內容。根據有關嘅內容，宋先生對宋太太充滿感激，佢哋兩夫妻幾十年嚟風雨同路，不離不棄。對於大仔宋家祥更加充滿歉疚，希望照顧佢一生一世。對於細仔宋家耀更加賦予寄望，希望佢快啲可以承擔照顧家人呢個責任。宋先生係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一個對家人咁厚愛，又點會立下一個咁唔合理嘅遺囑，等佢家人充滿住猜疑呢？我冇反對原告人律師嘅講法。宋先生確係一個好丈夫，佢對太太心存感激，佢亦係一個好父親，佢對大仔宋家祥先生充滿歉意，對細仔宋家耀先生亦係好有期望，但係宋先生唔係一般人，所以佢唔係用一般嘅形式去表達佢嘅感情。Sorry， 我睇唔出。宋先生咁成功，佢對家人自然係有要求。佢唔將遺產俾晒佢哋，係一種關愛佢哋嘅表現。但係遺囑嘅內容，只係令到家人不安。我睇唔到任何地方有關愛。係關愛，但係唔係一般嘅關唔愛。係一般嘅關愛，咁即係對佢哋好啊，定係唔好啊？好點好啊？就係因為對佢哋好，所以先唔可以對佢哋好。Sorry 啊，我相信在場每一位人士，應該冇一位會聽得明被告人律師到底喺度講緊乜嘢㗎。法官閣下，我甚至懷疑被告人律師喺度拖延時間，佢根本冇任何嘅論據去支持遺囑嘅合情合理。被告人律師，本席希望你用一個大家聽得明嘅方法去表達你嘅論點。師傅，我哋咁落去好難贏喎。被告人律師，請你回答本席。
我想傳召證人。請證人介紹一下你自己。冇問題。我個名叫宋家祥，今年32歲。我爸爸係宋全富，媽媽係馮於飛。你喺邊間學校讀書？明心中學，讀到中三畢業。明心中學係一間乜嘢學校？一間好學校。有乜特別？專門俾我呢啲人讀嘅。即係乜嘢人？老師話智商唔係咁正常嘅人。即係弱智。Objection！ 反對被告人律師對我嘅當事人作出無理嘅人身攻擊。我只係想證明。我知道你想證明啲乜嘢。冇錯，我嘅當事人宋家祥先生確係患有亞斯伯格症，即係自閉症嘅一種。佢嘅智商確係比正常人略低。如果被告人律師有需要嘅話，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請，我可以提供一份佢詳細嘅健康心智評估報告俾你。第二件事，懇請法官閣下制止被告人律師繼續傷害我嘅當事人。被告人律師，你可以繼續盤問，不過我相信你個目的已經達到咗。如果冇必要嘅話，我希望你唔好繼續盤問證人。點啊？唔使咁急，慢慢食啦。夠唔夠？唔夠再叫。我夠㗎啦，我飽啦。哥你真係仲食得落㗎喎！嗰個姓余嘅律師佢自己講嘢口窒窒，講唔到嘢咧就揾你嚟對付。我冇問題㗎，細佬。佢問我，我答啫。老師教過，唔介意俾人哋知道我同普通人唔同㗎。好乖，好叻仔，識咁諗下。其實我都覺得好意外嘅，我諗到余英偉用啲咁低俗嘅手法，不過都能夠理解嘅。無論喺論點同論證上面，佢都唔能夠佔上風，咪唯有攻擊證人咯。不過結果都會龍口反絕嘅。龍口反絕，法官都係人，尤其係女法官喺作出判決嘅時候，同情心好多時候都會成為佢哋嘅考慮因素。我本來都有心理準備嘅，不過真係估唔到啲律師真係咁乸渣嘅。好啦，今次啲報紙、雜誌大把嘢寫。你放心啦，照睇而家對方律師嘅表現，我諗阿 Morris 好快脆就可以揾到解決嘅辦法。我想大家有心理準備，余英偉好可能下晝會傳召宋太太同 Gilbert 出庭，問一啲比較尖鋭啲嘅問題。驚佢咩？我又唔係阿哥。家耀，你哋你一早知宋家祥有智力問題，點解仲要質佢啊？人哋有自閉症㗎，弱勢社群你都蝦。我知你想點，你想贏啊嘛。但係如果換住我係我嘅話，喂，你講夠未啊？單官司係 Wilson 負責㗎，我哋係一 team 人嚟㗎嘛，我哋應該支持佢、信任佢，而唔係質疑佢。你食飽啦嘛？食飽就準備文件啦。好啊。多謝你，唔使多謝。余律師啊，即係咁啊，我絕對唔係懷疑你啊，不過我都覺得你應該正面迎敵，對翻住 Morris 呢個論點打。我夠想正面迎敵啦，但係把口唔得咧，唔係使乜用埋啲旁門左道嘅手法啊嘛。是啦。余律師，我諗你叫翻我做陸法官會比較適合啲。係嘅，法官閣下。
既然你稱呼我做法官，我就用翻我專業身份去俾啲 suggestion 你。我知你好想贏 Morris， 但希望你清楚明白，法庭除咗係一個判決勝負嘅地方，亦都係一個彰顯公義嘅地方。如果你再用埋頭先嘅技巧，我會馬上咁譴責你同埋制止你。明白。一個係咁，兩個係咁，一個中過風嘅病人啊！我夠想清楚表達我嘅論點啦，但係遺囑嘅內容只會令佢家人不安，睇唔出有咩關愛。你睇唔出，但係我睇得出啊！呢種關愛唔係一般人可以理解嘅，因為宋全富先生係一個超級富豪，佢對妻子對兒子嘅關愛係因為佢哋嘅性格、背景同埋承受壓力嘅程度。鑑於呢一點，宋全富先生決定成立一個遺產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盧森堡律師、宋馮于飛女士。我可以噼里啪啦講嘢。請證人介紹一下自己。法官閣下，喺被告人律師盤問證人之前，我懇請法官閣下注意被告人律師嘅言行同埋盤問技巧。我唔希望再發生令到我當事人不安嘅事件。被告人律師，如果你喺表達論點方面有實質嘅困難，你可以考慮用書面，甚至用另一位律師去代表你嘅當事人。多謝法官閣下嘅建議，我唔需要。我之前語言方面表達出現咗問題，引致證人宋家祥先生不安。我喺呢度向宋家祥先生表示衷心嘅歉意。你好有禮貌，我冇問題，你唔使道歉。多謝宋家祥先生。法官閣下，我想指出，我今朝對證人嘅提問係絕對有理由嘅。佢哋係宋全富先生嘅直系家屬，如果要將遺產交俾佢哋，我哋必須要明白佢哋各人嘅性格、背景同關係。我希望大家俾啲時間我會清清楚楚講俾大家聽。既然被告人律師個語言表達能力恢復返，你可以繼續盤問證人。多謝法官閣下批准我喺呢個彰顯公義嘅地方繼續論述。證人，請你開始介紹自己。我叫宋家耀，英文名 Gilbert， 今年29歲，喺英國約克郡威斯克大學讀工商管理系畢業。
根據資料顯示，你曾經投考過英國排名前5位嘅大學嘅喎，但係你最後冇入讀到，係嘛？咁我揀學校有乜問題咧？最後你入讀咗英國威斯克大學。咁佢係英國排名10大之一咯。喺2002年6月，即係威斯克大學接納你入學申請前1個月，你父親宋全富先生答應向校方捐出200萬英鎊，資助興建新大樓。而新大樓係屬於工商管理系，亦即係你入讀嘅學系。我有冇講錯 Objection！ 我反對被告人律師有意影射我當事人係去買學位嘅。法官閣下，我並冇影射，我只係想表達宋全富先生係有關心同埋幫助過宋家耀先生嘅學業。被告人律師，本席再一次提醒你小心言辭。宋家耀先生，請問你係咪由2003年起連續3年獲得世界大學公開滑水賽男子組冠軍？係，咁我中意做運動有乜問題咧？冇問題。根據全富集團發出嘅內部通告，2003年、04年、05年連續3年嘅暑期，你都出現喺香港總公司暑期實習名單之內嘅喎，係嘛？係啊，我爹哋叫我翻嚟做實習啊嘛。但係世界大學公開滑水比賽每年係喺7月至8月期間舉行。我知被告人律師想暗示乜嘢。我個當事人係識得分配時間，係絕對可以兼顧實習工作同埋娛樂嘅。OK？根據世界大學公開滑水賽主辦當局提供嘅資料，每屆男子組嘅賽事由初賽至到決賽係需時4個星期，期間係會到世界各地舉行各項賽事，包括美國、巴西、南非、澳洲呢幾個地點，連時區都唔同。宋家耀先生長期身處外地，我諗呢份實習工你都冇乜點參與㗎。反對，要參與實習工作唔一定要喺現場㗎。如今科技咁發達，只要隨手拎住一部智能手機，無論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同公司保持緊密嘅聯繫㗎。係啦，冇錯。而家係電子科技嘅世界，公司所有嘅資料我隨時都可以睇得到，同公司唔同嘅 department 溝通都冇問題。同埋我可以第一時間做到公司所有嘅 decision making， 唔一定要坐喺 office 嘅啫。啱嘅，以宋家耀先生咁特殊嘅身份，公司各部門嘅員工一定會配合你嘅。再加上而家科技先進嚇，只要有部智能手機，咁就無遠弗屆啦。你知又好啦，你唔係連智能手機都未用過嘛？我份人咧就雖然都冇趕潮流，但係智能手機我都有一部。宋家耀先生，請問你知唔知道我手上呢部智能手機同全富集團有咩關係？呢應該係我哋公司代理嘅。唔係，全富集團5年前投資8億港元喺內地開設咗一間20萬平方米嘅廠房，招聘員工過千，目的就係生產呢部智能手機嘅處理器晶片。係咩？咁可能我一時忙得滯冇懷疑到啫。咁你真係要好唔為意先得啦。因為只要你打開全富集團最新嘅年報，第3頁第1項，佢嘅內容就係強調生產智能手機嘅處理器晶片已經成為你哋集團嘅核心業務，佔集團純利係10%，來年亦都會加大呢方面嘅投資。正如你所講，而家真係一個電子科技世界。法官閣下，全富集團生意多元化，遍佈全世界，我嘅 client 係冇可能知道晒。法官閣下，我冇問題問宋家耀先生。我想傳召另一位證人作供。我叫馮於飛，係宋全富先生嘅遺孀。宋太同宋生結咗婚有30幾年啦，係嘛？係，我哋嘅感情一向都好好嘅。呢一點我絕對冇懷疑過，整個商界都認為你哋係一對非常恩愛嘅模範夫婦。
我想問下，當年宋太係咪同宋生一齊創業嘅呢？係，當年我同我先生就喺石硤尾嗰啲7層嘅工廠大廈嗰度開咗一間好細嘅山寨廠，專門係做標玉嘅。當時嘅人手唔夠，我同我先生時時都要落手落腳去做埋一份，雖然係辛苦啲，不過都好開心。由一間山寨廠發展到成為鐘錶業大王，繼而發展地產項目、生產高科技產品等等，成為今時今日一間資產超過200億嘅大集團。聽起上嚟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夫婦同心，其利斷金。我先生一向都係好信任我，所以我哋嘅生意咪越做越大咯。但係根據資料顯示，宋太喺集團成立嘅第3年就離開咗董事局，再冇參與集團嘅業務，點解呢？我冇必要答你呢個問題。當年鐘錶行業都稱呼你為鐵娘子，有冇咁嘅事啊？人哋中意點叫都可以㗎，不過我自己根本冇承認過。照咁講，係咪可以話大家都覺得你係一個性格強悍嘅女人？係咪 ？Objection！ 我反對被告人律師根據以訛傳訛嘅稱號去斷定我當事人嘅性格同埋行事手段，絕對係唔公平嘅。被告人律師，本席要求你以下嘅盤問盡快進入主題。明白，法官閣下。由一間山寨廠打拼到成為一個大集團，喺生意上邊，你哋兩夫婦難免都會有分歧、有爭拗，係咪因為咁令你唔參與全副集團嘅業務呢？其實主要嘅原因呢，係我生咗我大仔家祥，而佢嘅身體又，我覺得佢好需要我嘅照顧。而同時，我個細仔家耀亦都即將出世啦，所以我就選擇咗做一個全職嘅母親，放棄咗我自己嘅事業。亦即係話，宋太同宋生喺生意上邊絕對冇分歧。咁我又唔敢咁講，不過點都唔會好似你講得咁簡單咯。喺1979年，因為兩伊戰爭引發全球石油危機，油價日日飆升。全富集團亦都出現財政嘅問題。冇錯，所以我即刻變賣晒我手上嘅股票同埋物業，套現俾我先生應急。但係宋生冇接受你嘅好意。由嗰個時候開始，宋先生同你私底下有一個協議，就係唔准你再參與集團嘅業務，直到依家，係嘛 ？Objection！ 被告人律師一直對我3位當事人嘅盤問，不斷喺度暗示宋先生係唔喜歡呢3位家人。藉此去解釋宋全富先生嘅遺囑嘅不合理性，但係呢啲全部都係推測嚟嘅啫。原告人律師，我諗你搞錯咗啦。我剛才嘅盤問只係想顯示3位遺產承繼人各自有自己本身嘅問題。宋全富先生絕對唔係唔喜歡佢嘅家人，相反喺佢遺囑裏邊充分表現咗佢對家人嘅關愛。根據遺囑嘅安排，宋家大宅會繼續留俾宋太、宋家祥先生、宋家耀先生居住，而每人每月亦都可以有30萬嘅生活費，咁樣亦保障咗佢哋生活嘅不便。遺囑嘅內容大家都好清楚，但問題嘅核心係點解宋全富先生唔直接咁將呢筆遺產交翻俾被告人律師口中所講嘅關愛嘅家人呢？宋全富先生係一個極之成功嘅商人，佢做每一件事都係經過深思熟慮，做生意係咁。對佢嘅家人亦都係一樣。剛才宋太、宋家祥先生、宋家耀先生已經清楚表明佢哋各自嘅問題。如果宋全富先生直接將遺囑交俾佢哋，咁樣到底係關愛佢哋，定抑或係害咗佢哋？我諗大家同我一樣，都會有呢個疑問。遺囑仲有另外一個安排，充分表示咗宋全富先生嘅苦心。佢鼓勵宋家耀先生創業，但係條件係要夥同佢大哥宋家祥先生一齊經營。可憐天下父母心，宋先生好清楚自己2個仔嘅情況，二仔要開創事業，同時要照顧有缺陷嘅大哥。
如果唔係出於父親對兒子嘅關愛，我諗唔到任何動力令到一個日理萬機嘅富商揮灑思量，諗出一個咁合情合理嘅安排。被告人律師所講嘅並冇解釋到遺囑嘅第3部分點解必須要第3年先開啓，呢一個唔合理性，令到我3位當事人不安嘅安排。不安？點解會不安呢？如果大家都相信宋全富先生遺囑入邊每一個安排都係出於對家人嘅關愛，作為關愛自己父親嘅兒子，作為關愛自己丈夫嘅妻子，點解會覺得遺囑嘅第3部分係會害佢哋，係會令佢哋不安？最後我想總結一句，或者宋先生嘅家人最初基於誤解，認為呢份遺囑係唔合理。但係經過頭先一番嘅解釋之後，應該明白到宋先生立呢份遺囑係合情、合理、合法。我懇請法官閣下終止呢場無謂嘅訴訟，依照宋先生遺囑嘅意願處理佢嘅遺產。Sheila， 係，恭喜你！頭先喺法庭上面講得咁流利，即係證明你嘅説話能力已經完全康復晒啦。咁要多謝你啫。多謝我咩啊？唔係你上庭之前同我講咗一番激勵嘅説話，我諗我頭先嘅表現唔會咁好。哇！我啲激勵説話唔係個個都可以受得到㗎。我諗你會判我贏㗎嗬。我非常之欣賞你份自信，不過作為法官，我必須要聽取雙方律師嘅論點，先至可以作出最後嘅判決。我明嘅，不過我諗如果我贏咗，你會陪我食飯㗎嗬。根本係打橫嚟講嘅，明明嗰份遺囑係唔合理噶嘛，俾個姓余嘅律師講到好似真嘅一樣咁啊！我覺得佢講得有道理，阿爸會。我係識乜嘢啫？點解啊？唔通富哥佢真係咁諗？喺法庭上面打官司，每一個律師都會用盡所有方法去支持自己嘅論點。不過呢個並唔代表係真相。係咯 ，Auntie 啊，我哋唔好咁諗住先。係唔係真相我唔知，我淨係知我哋而家處於下風啫。處下風就唔一定輸嘅，嚇！只要法庭一日未人判決咧，你都可以反敗為勝。打官司係咁噶啦，只要你揾到一啲新嘅論據，就可以全部扭轉。OK，咁我哋凡事都向好嗰方面諗啦。太太啊，唔好意思啊，啲嘢唔知應該點樣處理咧？唔好意思，你唔見我哋而家傾緊嘢嘅咩？咩嚟嘅啫？係啊，老爺喺醫院嗰時留低嘅雜物，因為有啲異味傳出嚟，所以我先至。Margaret， 攞過嚟俾我睇下。仲睇咩啊？攞晒去盧森堡律師行嗰度啦，佢都惡晒噶啦嘛。阿爸所有遺產都要登記，攞晒啱噶。唔好意思啊，意思。阿 Margaret， 不如呢啲咧擺喺雜物房先好唔好？嗯，好啊。唔該，我想問下，呢啲嘢全部都係宋先生生前喺醫院用過嘅。係啊，當時阿富哥個病醫極都冇好轉，所以我咪盡量諗多啲其他方法，想幫下佢咯。不過可惜啊，始終都係幫唔到佢。唔該你先。我揾多咗啲案例，繼續揾。點啊？你嗰邊有冇咩頭緒啊？諗緊，不過所有嘢咧，大纜都拉唔埋。你咧？冇啊！啊，你覺得會唔會係我哋之前太將個 focus 擺咗喺嗰個遺囑嘅內容嘅不合理性度咧？所以反而令到余英偉佢哋有機可乘，
將個論點調轉翻嚟，變咗佢哋嘅合情合理。 Well， 無可否認，由被動變為主動，一向咧都係余英偉嘅殺手鐧嚟嘅。其實嗰日宋太同家祥真係答得唔錯㗎。係 Gilbert， 係我自己大意，係我冇留意到佢之前嘅問題，先至令到余英偉有機可乘，係咁搶住嚟打咯。喂，講錯嘢？我冇諗到 Gilbert 有問題呢句説話會出自你把口咯。亦都即係話你係知道佢有問題嘅。我出去聽下先。Hi Gilbert。唉，咁耐先聽我電話，你收工未啊？我過嚟接你。未啊，我今日同阿 Morris 傾緊單 case， 未得。咁多嘢傾，傾緊咩？傾緊。You know what？我今日真係好攰，同埋我好多嘢做啊！你唔好等我啦，我會好夜收工。OK。拜。凌晨時在地上排列你與我，未有處理那碎片，將戲飛一堆，安靜看下去，我又怎麼可眼前？長櫃藏着舊物，留下了線索，落魄還如何避免？給我多一刻，一直掛念你，我便能遺忘昨天。一串冰冷的鎖匙，沒人用，誰還在意？一隻灰暗的指環，誰要留戀？留戀至此，殘缺的一地雜物，代表一對愛人。前情與自照片撕開了兩份，來吧趁戀相時投進垃圾。